中共喊了70多年要武统台湾，飞弹试射了，军演搞了，战机绕岛飞了无数圈，航母都开到台湾海峡了，可为什么到现在就是不动手？是不想打吗？是打不了吗？还是说有什么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让北京在最后一刻永远踩下了刹车？你知道吗？就在2025年12月29日，中共搞了一场叫做正义使命2025的大规模军演，超过100架军机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90架直接越过了海峡中线，13艘军舰和14艘海警船同时出动，甚至从福建发射了27枚火箭弹，10枚直接落入了台湾西南方的毗连区水域。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要开打了？全世界的新闻都在报道，好像第3次世界大战随时会爆发。但事实上，军演结束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为什么？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惊人，因为美国人已经帮中共算过这笔账了，而且不是算1次，是算了整整65次。从2023年到2025年，美国最顶级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CSIS 联合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研究项目，先后进行了3轮大型兵棋推演。第一轮2023年1月发布，叫做下一场战争的第一战，模拟中共在2026年对台湾发动全面2栖入侵，推演了24次。第二轮2024年12月发布，叫做面对末日，加入了核武器的变量，又推演了15次。第三轮2025年7月发布，叫做停电，模拟中共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推演了26次，3轮加起来65次推演。这些推演的结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打台湾，中共大概率会输，就算美国赢了也是惨胜，而全世界都会陪葬。难怪中共到现在不敢动手。但更精彩的是推演的细节，今天我们就用这65次推演的数据，加上全球顶级军事分析师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来一步一步拆解这场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战争。你会发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军事冲突，这是一道精心设计的多维度数学题。每一个变量，从海峡的宽度到海滩的坡度，从飞弹的库存到晶片的产能，全都在告诉北京同一件事：别动手。我们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如果中共真的要武力攻台，它首先面对的是什么？答案是130公里的水。台湾海峡最窄处大约70海里，听起来不远，对吧？坐高铁也就半小时的距离。但问题是，这不是开车过隧道，这是要把几十万大军连同坦克、大炮、弹药、粮食、医疗、物资用船运过一片充满敌意的海面。而这片海面上会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呢？水下有潜艇在游弋，有水雷在潜伏，海面上有反舰飞弹随时准备从4面8方飞来，还有无人攻击艇在巡逻。你的运兵船就像一群在鲨鱼群中游泳的肥鹅。而且这片海峡还有脾气，一年之中只有4月和10月前后有适合大规模2栖作战的气象窗口，其余时间东北季风和西南气流会让海峡风高浪急，登陆艇在浪里会像摇篮一样晃动，士兵吐得七荤八素，重型装备根本无法顺利卸载。所以中共每年实际上只有非常有限的几个星期可以尝试跨海攻击，而防御方只需要在这些窗口期提高警戒就好。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个窃贼告诉你，我只在星期2和星期4来偷东西，你说你防不防得住？历史上最成功的跨海登陆作战是什么？当然是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6日，盟军动用了超过6000艘船舰和1000多架飞机，往法国诺曼底海滩投放了15万5千名士兵，其中2万4千人是空降兵。很多人喜欢拿诺曼底来类比台湾，仿佛中共只要搞一个加强版的地日就能搞定。但研究台湾防御问题的美国学者伊斯顿在《外交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标题就叫做《为什么台湾入侵和地日完全不同》。他说的对，这个类比完全错误。先看诺曼底，那是一片相对平坦的乡村海滩，绵延80公里。电影《抢救雷恩大兵》里那些令人胆寒的峭壁，其实只有30到50米高。海滩附近几乎没有平民居住，已经被事先轰炸过了。防御工事虽然坚固，但驻军兵力并不多。海滩后面是开阔的农田，登陆部队上岸后可以迅速展开，建立滩头阵地，集结兵力准备向内陆突破。再看台湾，
这座岛长394公里，最宽处144公里。岛上有258座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山峰，最高的玉山将近4000公尺。中央山脉像一条巨龙一样盘踞在岛中央偏东的位置，占了全岛 60% 的面积。2300多万人口挤在西部面对台湾海峡的狭长平原上，那里不是法国的农村田野，而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群之一。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一座接一座的大城市，夹在山和海之间。伊斯顿的研究指出，整座台湾岛只有大约14处海滩适合两栖登陆，只有14处，而且这些海滩的面积都很小，后方不是悬崖就是城市丛林，或者是满是积水的稻田。这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中共的登陆部队好不容易在飞弹洗地之后冲上了海滩，踩上了台湾的沙子，然后呢？如果海滩通向城市，那他们面对的就是地球上最可怕的巷战。城市里每一栋大楼都是一个堡垒，每一条巷子都是一个伏击点。你带着坦克和装甲车冲进去，对不起，反坦克飞弹从窗户里飞出来，你派步兵逐栋清除，那需要的兵力是你进攻部队的10倍以上。二战的斯大林格勒，近年的马里乌波尔，历史反复证明，在城市里攻坚方永远是弱势的一方。如果海滩通向稻田，那就更惨了。台湾的稻田常年积水，坦克和装甲车开进去就像陷入沼泽，你根本无法在水稻田里建立装备、集结区和后勤补给站，而且你的部队在开阔的稻田里就是活靶子，台湾的飞弹和炮兵会把你轰成碎片。台湾军方不是没有准备，他们花了几十年在这14处红色海滩上构筑防御体系，碉堡、地道、反登陆水雷、水下障碍物、铁丝网、反坦克壕沟、混凝土障碍物。研究中共入侵方案的美国陆军军官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详细列举了台湾在港口区域的防御准备：半沉没的船只堵住航道，固定和漂浮的水雷、铁路桩、混凝土防波堤、比利时门、捷克刺猬。等待两栖坦克的是用汽油桶改装的成功地雷，里面塞满了塑胶炸药和弹片。等待步兵的是反步兵地雷、箭麻丛、带刺铁丝网、冲水壕沟、铁钉板，甚至还有所谓的污染区，这简直就是地狱的入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中共军力那么强大，100多万陆军，6300辆坦克对台湾800辆，1600架战机对台湾400架，而且中国在台湾方圆1600公里内就有134个空军基地和大约650个加固机堡。纸面上看，这种碾压式的数字优势难道不能压过去吗？CSIS 的24次推演给了我们答案。在大多数情境下，美国加台湾加日本的联军成功击退了中共的两栖入侵，台湾保住了自治地位，中共的入侵失败了。CSIS 用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来总结中共失败的原因，叫做太少太晚。中共无法在足够短的时间内把足够多的兵力投送到台湾岛上。为什么？因为两栖运输能力是瓶颈。中共目前大约有不到100艘两栖作战舰艇，就算加上征用的民用滚装船，能在第一波送上岸的兵力也是有限的。说到征用民船，这是一个很多人不太了解但非常关键的细节。中共深知自己的军用两栖舰数量不够，所以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军民融合。大量民用滚装货船和渡轮在设计阶段就被要求预留军事改装的空间。中共甚至被发现在一些民用货船上安装了垂直发射系统，但问题是民船不是军舰，它们没有装甲，没有防空系统，没有损管能力，一枚反舰飞弹就能让一艘满载士兵的滚装船变成海上的棺材。CSIS 的推演也反映了这一现实，而这些运兵船在渡过海峡的过程中会遭到美军潜艇和远程反舰飞弹的持续打击。CSIS 的推演显示，90%的中共两栖力量会被摧毁。什么概念？你派10艘船出去，只有1艘能到对岸，但胜利的代价是什么？这才是让人脊背发凉的部分。先看美国，美国海军会损失2艘航空母舰。你知道一艘航母代表什么吗？那是5000多名船员的家，是一座浮动的城市，是美国全球力量投射的核心。一艘尼米兹级航母的造价超过80亿美元。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从没有在战斗中损失过一艘航母。
而在台海战争中，3个星期内沉2艘。除了航母，美国还会损失10到20艘大型水面战舰，包括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在最激烈的推演情境中，美国海军平均每天损失1艘主力军舰，美国空军会损失200到400架战机，大约3200名军人会在3个星期内阵亡。3200人，这个数字需要好好消化一下。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20年反恐战争，总共阵亡了大约7000人，而台海战争在3个星期内就要付出将近1半的代价。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分析师瓦瑟在 CSIS 报告发布会上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他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准备好接受一整个航母战斗群沉入太平洋海底的损失了吗？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面对过这种规模的伤亡了，这实际上会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变革，而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再看中国，中共的损失更为惨重，大约1万名士兵阵亡，155架战斗机被击落，138艘主力舰艇被击沉，包括90%的2栖作战舰艇。另外，大约15000名士兵在海上失踪，其中1半被推定死亡。大约3万名士兵会被困在台湾岛上成为战俘。CSIS 的报告用了一个非常刺眼的表述来形容中共海军的下场，叫做一片废墟，2栖力量的核心被摧毁，数万名士兵沦为战俘。中共几十年来精心打造的现代化海军，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在3个星期内化为乌有。然后看台湾，即使入侵被击退，台湾也好不到哪里去。台湾海军全部26艘驱逐舰和巡防舰会全数沉没，空军的534架战斗机会损失大部分，陆军会有大约3500人伤亡，台湾的电网会被摧毁，基本公共服务会中断。用 CSIS 报告的原话来说，台湾的军队虽然没有被消灭，但遭到了严重削弱，要在一座失去电力和基本服务的岛屿上捍卫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再看日本，日本会损失超过100架战斗机和26艘军舰，而且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领土会遭到中共飞弹攻击，日本本土被攻击，这在2战结束以来是破天荒第一次。你听到了吗？就算赢了，所有人都是输家。CSIS 的报告甚至直接指出，美国可能赢得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也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式的惨胜。长远来看，美国受到的损害可能比战败的中国还大，因为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会严重削弱好多年。那推演中有没有中共赢的情境呢？有。CSIS 专门跑了一个叫做台湾独自作战的情境，假设美国不介入，在这个情境中，中共确实可以占领台湾，但代价是超过7万人的伤亡和2栖力量的全面毁灭。7万人，而且这个过程需要70天，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美国帮忙，台湾也能独自抵抗2个多月，但前提是台湾人民有抵抗的意志。CSIS 反复强调，如果台湾在美军赶到之前就投降了，那一切都是徒劳，而这还只是常规战争的推演。更恐怖的在后面，2024年 CSIS 和 MIT 又把核武器这个变量加了进去，跑了15次推演，结果让人不寒而栗。他们发现，最大的核升级压力出现在什么时候？不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而是在中共即将战败的时候。当中共眼看着登陆部队被歼灭，海军被摧毁，数万士兵被俘虏，这种程度的军事失败很可能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这种绝望的时刻，中共的决策者可能会面临一个赌徒式的选择，要不要用核武器来挽救败局？ CSIS 把这叫做赌一把翻盘。在15次推演中，有12次中方团队的入侵面临失败危机，在这12次中，有7次中方团队建议使用核武器，最终有3次推演以核战争收场，3次核耗竭。你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吗？每5次推演就有1次以核战争结束。一场为了一座岛屿的战争，有 20% 的概率演变成核子末日。一旦核武器被使用，那就不是台湾的问题了，不是中国的问题了，不是美国的问题了，那是全人类的问题。核冬天，辐射尘埃，数以百万计的死亡。CSIS 的研究人员从这15次核推演中得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结论：在台海冲突中，
美国的外交手段比核威慑更加重要。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核武器来吓中共，你越吓他反而越危险。你要做的是给他留一条退路，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如果你追求彻底的胜利，追求让中共政权崩溃，追求把中共逼到墙角，那你得到的可能不是胜利，而是蘑菇云。赢得太多反而是输。这个结论太过深刻了。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深入看一看，在 CSIS 的常规战争推演中，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推演揭示了几个非常关键的战场动态，每一个都是中共的噩梦。第一个关键发现，90%的盟军飞机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你没有听错，不是在空中被击落的，是停在跑道上被飞弹炸掉的。中共开战的第一步就是用数百枚弹道飞弹和巡航飞弹洗扫台湾和日本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那些停在停机坪上的 F-35和 F-16，在飞弹雨中就像停车场里的汽车遇到了流星雨。这意味着美军在日本的空军基地极其脆弱，美国迫切需要修建加固的飞机掩体，分散部署战机到更多的小型机场，否则第一波攻击就能瘫痪美军的空中力量。第二个关键发现，水面舰艇比想象中更脆弱，在现代反舰飞弹面前，即使是航母这种庞然大物，也不过是大号靶子。中共的东风系列反舰弹道飞弹被称为航母杀手，理论上可以从数千公里外精确打击移动中的航母。在推演中最激烈的情境下，美国海军平均每天损失一艘主力军舰，这让所有大型水面舰艇都成了高风险资产。第三个关键发现，潜艇是最有价值的武器。核动力攻击潜艇在水下几乎不可追踪，可以悄悄接近中共的舰队，然后发射鱼雷。在推演中，美国的潜艇对中共两栖船团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但美国目前攻击型核潜艇数量有限，大约50多艘，不可能全部部署到西太平洋。增加潜艇数量和前沿部署，对中共的威慑效果会大幅提升。第四个关键发现，远程反舰飞弹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武器。美军的轰炸机从中共防空网覆盖范围之外发射 LRSM 远程反舰飞弹，可以在安全距离上对中共舰队进行饱和攻击。这是推演中美军最有效的打击手段之一。但问题是，美国目前的库存严重不足，2026年的库存可能不到500枚。在推演中，这些飞弹往往在头几天就打光了。CSIS 强烈建议美国大幅增购这些飞弹。第五个关键发现，台湾陆军的抵抗意志是一切的基础。CSIS 反复强调一个残酷事实，如果台湾在美军赶到之前就投降了，那一切都是徒劳的。不管美国有多少航母和飞弹，如果台湾人自己不愿意战斗，外援就毫无意义。只要台湾的地面部队能把登陆部队封锁在滩头，不让他们向内陆扩展，时间就站在防御方这边。因为中共的后勤补给线要跨过整个海峡，每一天都有更多运输船被击沉，登陆部队的弹药和食物会越来越少，增援越来越难到达，而防御方的增援却可以从岛内源源不断赶来。好消息是，2024年的民调显示，大约2/3的台湾民众表示愿意在入侵时保卫家园。台湾的后备军人超过250万，台湾的 F-16V 飞行员甚至训练过在高速公路上起降，因为他们预料到所有机场都会在第一波攻击中被炸毁。这种全民备战的决心是任何武器库存都无法替代的。第六个关键发现，日本的角色至关重要，美军需要使用驻日基地才能有效投入战斗。冲绳的加手纳空军基地、横须贺和佐世保的海军基地都是美军的前沿跳板。如果日本不允许美军从其领土出击，防御台湾的难度会成倍增加。不过好消息是，日本近年来越来越明确地把台湾安全视为自身安全的一部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2025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公开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海上封锁可能构成对日本的生存威胁，足以触发日本动用自卫队。但说到这里，我要插入一个推演中非常戏剧性的细节。每一次推演的开场都是一样的，中共首先用火箭军对台湾和日本的军事基地进行饱和飞弹攻击，几个小时之内，台湾海军和空军的大部分力量就被摧毁在港口和跑道上。中共海军同时对台湾形成海上包围，切断一切增援通道。
然后数万名中共士兵搭乘军用两栖舰和征用的民用滚装船开始横渡海峡，同时空降兵和直升机突击队在滩头后方实施空中打击。听起来是不是很壮观，很不可阻挡？但接下来就是转折了。美国的核潜艇开始在海峡里猎杀运输船， B-2 隐身轰炸机从关岛起飞，在中共防空网范围之外释放远程反舰飞弹。幸存的台湾陆军在滩头构筑防线，用反坦克飞弹和火炮猛轰登陆的两栖装甲车。那些成功上岸的中共士兵发现自己被困在一小片海滩上，背后的海峡已经被美军潜艇封锁，增援和补给越来越难抵达。前方是台湾军队用70年准备的防御工事，他们成了瓮中之鳖。这个场景在24次推演中反复出现。CSIS 的结论是，中共最大的问题不是武器不够先进，而是后勤跟不上。你可以在第一波攻击中打个漂亮的开场，但你没有办法持续把足够的兵力和物资送过海峡。台湾海峡变成了一个吞噬运输船的黑洞，而你的滩头部队在孤立无援中被一点一点吃掉。好了，讲完了入侵和核战争，我们再来看2025年发布的第3轮推演。这次 CSIS 换了一个场景，不再是全面入侵，而是海上封锁。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封锁是比入侵更聪明、更现实的选项。中共不需要冒险跨海登陆，只需要用海军把台湾围起来，切断海上运输线就行了。为什么这招看起来很厉害？因为台湾是一个极度依赖进口的岛屿，台湾大约 97% 的能源靠进口，主要是液化天然气和石油，粮食自给率不到 40%。只要把台湾围起来，不让船进出，台湾的电厂就会因为没有天然气而停摆，没有电就没有工厂运转，台积电的晶圆厂一停，全世界的晶片供应就断了，社会很快就会陷入混乱。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围而不打，不战而屈人之兵。但 CSIS 跑了26次封锁推演后发现，现实远没有那么美好。首先，封锁不是无血的军事行动，几乎所有情境都会产生伤亡。即使在最低升级程度的情境中，也就是中共只用海警船和民兵船去拦截商船，双方的伤亡就已经以千计。在高升级情境中，也就是中共扩大攻击范围，对前往台湾和美国盟国的所有船只开火，美国会损失数百架飞机和数十艘军舰，中国的损失同样惨重，甚至往往比美国更大。因为美国的隐身轰炸机发射远程飞弹加上潜艇的水下攻击，对中共海军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其次，封锁存在巨大的升级压力，这是 CSIS 发现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封锁不会停留在你设定的那个程度上，它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你一开始只是拦截商船，但对方会派军舰来护航，你就需要用军舰去拦截军舰，然后就变成了海战。海战打起来了，双方都会觉得需要加大力度，攻击对方的空军基地，攻击对方的指挥中心，一步步升级，最后就变成了全面战争。在有些推演中，甚至升级到了你在第一轮入侵推演中看到的那种程度。第三，封锁也不是入侵的好前奏。很多人以为中共可以先封锁，削弱台湾的抵抗力后再登陆，但 CSIS 发现，封锁一旦开始，其他国家就会进入警戒状态，美军会前置部署，台湾会动员预备役，日本会做好战争准备，而中共在封锁过程中损失的军舰、飞机和飞弹，恰恰是入侵所需要的。你先打了一场消耗战，再想发动登陆，你的家底已经被掏空了。第四，台湾无法独自面对封锁，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差距太大，台湾必须依靠美国的帮助才能撑下去。但美国也面临挑战，怎么把物资运进被封锁的台湾？这就像二战时的护航船团大战，商船在军舰保护下穿越潜艇封锁线。CSIS 的推演中出现了类似二战大西洋海战的壮观场面，大规模护航船团在西太平洋与中共海军交锋，美国和台湾都损失了超过100艘商船，代价很高，但为了维持台湾经济的基本运转，这个代价必须承受。第五，能源是台湾最脆弱的环节，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是专用的特殊船只，全世界就那么多，一旦运输被中断，台湾的发电系统就会崩溃。CSIS 建议台湾延长现有核电厂的寿命，加固电力设施，
增加能源储备，这些都是为了在封锁中能多撑一段时间。但封锁最致命的问题，其实不在军事层面，而在经济层面。这就是整个台湾问题最核心的密码，也是中共打台湾最大的阻碍。3个字：半导体。台湾生产了全世界大约 60% 的半导体。更惊人的是，在最先进的逻辑晶片领域，也就是那些制成在10奈米以下的尖端晶片，台湾的市占率高达 92%。这些晶片是什么？就是你手上 iPhone 里面的处理器，你电脑显示卡里的 GPU， 训练 ChatGPT 的 AI 伺服器里的计算核心，自动驾驶汽车里的大脑，医疗设备的控制晶片，全都来自台湾，绝大部分来自一家公司，台积电。台积电一家就占了全球晶圆代工收入的 70% 以上，它制造了超过 75% 的 AI 晶片，苹果、辉达、高通、AMD、博通这些科技巨头全部依赖台积电。台积电前20大客户的总市值大约 7.4 万亿美元，全球大约 5.6% 的附加价值生产直接依赖晶片作为投入，这是将近6万亿美元的规模。2024年，台湾的半导体总产值达到165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 22%。你没听错，1650亿美元。一座2300万人的小岛，光半导体就卖了这么多。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台湾是细岛，而台积电是台湾的细盾。彭博经济研究在2026年2月发布了一份非常重大的分析报告，用模型计算了台海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结论是，在最极端的情境下，也就是中美因为台湾爆发全面军事冲突，全球经济在第一年就会损失大约 10.6 万亿美元。10.6 万亿相当于全球 GDP 的 9.6%。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新冠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分国家来看，中国经济会萎缩 8.9% 到 16.7%， 美国经济会萎缩 3.3% 到 6.7%。台湾海峡承载了全球 50% 的货柜运输量，任何封锁或战争都会扼杀每年超过3万亿美元的贸易。但你以为中共即使占领了台湾就能拿到这些晶片工厂吗？想太多了。据报道，台积电制定了应急计划，如果工厂被敌方占领，他们可以远程瘫痪所有生产设备。北京得到的将是一堆几十亿美元的废铁，你打开机器发现什么都动不了。再加上全球制裁，西方国家一定会切断所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供应，特别是荷兰 ASML 的光刻机。没有光刻机的技术支持，那些工厂就是一堆空壳。而且台湾最宝贵的不是机器，是人才。工程师们会在战争中逃离，你占领了工厂，但工程师都跑了，你拿什么生产晶片？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估计，如果失去台湾的半导体供应，美国经济每年受影响的规模高达 1.6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 8%。个人电子产品、汽车制造、电信设备全部会受到冲击，而且这还只是直接影响，连锁反应会波及电子商务、物流、医疗设备等更多行业，最终的经济损失根本无法计算。更妙的是，中国自己也是台湾晶片的大客户，台湾超过1半的电子零件出口是卖给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中国的手机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家电制造商全都需要台湾的晶片。你攻打台湾就等于砸烂自己的供应链，你的手机工厂停工了，你的汽车生产线停了，你的 AI 发展停摆了。这就像是一个人为了抢银行去炸掉了自己家的墙壁。所以你看到了吗？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就像一面细盾，一面保护全世界的盾牌。它让攻击台湾的成本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经济上的，而且是全球性的经济灾难。每一个依赖晶片的国家都有理由阻止这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不光是美国，连欧洲、日本、韩国、澳洲都在密切关注台海局势。因为这不只是地缘政治问题，这是所有人的饭碗问题。好了，我们把所有这些拼图拼在一起，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中共为什么一直不打台湾？军事上，2栖登陆有极大概率失败。台湾海峡是天然的护城河，台湾只有14处可供登陆的海滩，每一处都被经营了几十年的防御工事。中共的2栖运力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投送足够的兵力。美国的潜艇和远程反舰飞弹会把中共的运输船队打成碎片。
24次推演中的绝大多数情境都证实了这一点。经济上，打台湾就是打全世界，10.6万亿美元的全球损失，92%的先进晶片消失，全球供应链断裂，这不是中共能承受的代价，这也不是全世界愿意接受的代价。台湾的细盾让每一个工业国家都有动机介入阻止战争。政治上，入侵失败的后果对中共来说可能是致命的，1万人阵亡，3万人被俘，海军一片废墟。这种规模的军事灾难在国内会引发什么？民怨沸腾，权力斗争，甚至政权动摇。CSIS 明确指出，入侵失败可能使中共统治不稳定，核升级风险太高，1/5的概率演变成核战争。这个数字对任何理性的决策者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时间其实不完全站在中共这边，很多人以为中共越来越强大，迟早会强到可以碾压台湾，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随着精确打击武器和无人作战系统的技术扩散，两栖登陆只会越来越难。乌克兰战争已经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乌克兰用相对廉价的无人机和反舰飞弹让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损失惨重。台湾如果大量部署类似的不对称武器，海峡里的每一艘中共军舰都将面临被蜂群攻击的威胁，而且中共军队自身也存在问题。近年来，中共军方接连爆出腐败丑闻，多名高级将领被查处，包括火箭军的前任司令员。火箭军是负责飞弹打击的核心力量，如果这支部队的高层都在搞腐败，那飞弹的维护保养、训练水平、实战能力到底是什么状况？没有人真正知道。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军队自从1979年中越战争之后，就再也没有打过一场真正的战争。40多年没有实战经验，那些纸面上的战斗力到底能兑现多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教训告诉我们，号称世界第2的军队在实战中可能表现得远不如预期。台湾的国防预算正在快速增长，从 GDP 的 2.5% 提升到2026年的 3.3% 以上。台湾的总统更提出了8年大约40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案，来补充常规国防开支。美国从2015年到2025年间，已经向台湾通报了累计超过390亿美元的军售。这些武器主要是什么？反舰飞弹、防空飞弹、水雷、无人机，以及各种小型分散式的防御武器。这就是所谓的刺猬战略。你不需要比掠食者更大更强，你只需要让吞你的代价大到他不愿意尝试。想象一下，如果台湾在海岸线上部署了数千枚反舰飞弹，在海底布下了密密麻麻的水雷，在城市里预置了大量反坦克武器和肩射防空飞弹，在山区建立了分散的指挥所和弹药库。中共的飞弹洗地可以摧毁机场和港口，但它无法消灭藏在民房里的一具标枪反坦克飞弹，无法扫清埋在海底的一颗智慧水雷，无法找到隐藏在山洞里的一部机动反舰飞弹发射车。这些武器便宜分散，数量庞大，每一个都能要了一辆坦克或一艘军舰的命。这就是不对称战争的精髓。你不跟巨人正面搏击，你用1万根针扎他。乌克兰战争已经生动地证明了不对称作战的威力。乌克兰用相对廉价的海上无人艇和反舰飞弹让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损失惨重。俄罗斯海军被迫撤出克里米亚的塞凡堡基地。如果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都能用无人艇赶走一支舰队，那台湾用数千枚反舰飞弹加上水下无人载具武装起来的海峡会是什么景象？中共的登陆船团在这片水域里将面临地狱般的火力洗礼。而且中共不仅要担心外部的对手，还要担心自己的内部问题。近几年中共军方持续爆发腐败丑闻，多名高级将领被调查甚至免职，包括极为关键的火箭军前任司令员和前任国防部长。火箭军是负责飞弹打击的核心力量，开战第一步就靠他们。如果这支部队的高层都在搞贪腐，那飞弹的维护保养、训练水平、实战能力到底是什么状况？飞弹发射井里装的是真的燃料还是灌了水的？弹头的精密电子元件有没有被偷工减料？没有人真正知道。更关键的是，中共军队自从1979年中越战争之后，就再也没有打过一场真正的战争。40多年没有实战经验，那些纸面上的战斗力到底能兑现多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惨痛教训告诉全世界，号称世界第2的军队在实战中可能表现得远远不如预期。
俄军的坦克车队在基辅郊外被乌克兰的标枪飞弹打得溃不成军，那可是在陆地上，在海上2栖作战中，运输船团比坦克车队脆弱10倍。台湾正在变成一只越来越扎手的刺猬。2026年3月，美国情报界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报告指出，中国官员视2栖攻击为高风险、高复杂的行动。中国没有设定武力统一的固定时间表，而是更倾向于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实现统一。中共的策略正在转向灰色地带战争，用海警巡逻侵蚀台湾的管辖权，用军事演习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用经济胁迫和资讯战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慢慢磨，慢慢围，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看2025年这一整年发生了什么？中共海警从2024年2月开始在金门水域巡逻，2025年2月又把巡逻扩大到东沙群岛。根据追踪数据，2025年全年中共海警在金门水域被确认的入侵次数至少46次，在东沙水域至少32次。这些不是军舰，是海警船。国际法上他们是执法船只，而不是战争行为。但效果是什么？效果是一点一点地把台湾的实际管辖边界往后推。今天在金门外面巡逻，明天在马祖外面巡逻，后天在台湾本岛的毗连区巡逻。每一步都不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但每一步都在改变现状。更巧妙的是，中共正在模糊封锁和隔离检查的界限。封锁在国际法上是明确的战争行为，但隔离检查可以被包装成国内执法行为。中共海警以安全检查或走私查缉的名义拦截前往台湾的船只，这在法律上不算封锁，但效果上和封锁差不多。美国和盟友很难做出反应。你要为了几艘海警船开战吗？但如果你不反应，中共就会一步步收紧绞索。这就是灰色地带的精髓，每一步都在红线以下，但所有步加在一起就跨过了红线。还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可能性，那就是中共根本不需要动武就能拿下台湾。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可以采用所谓的北平模式，就像1949年和平解放北平那样，通过政治压力、经济胁迫和精英渗透，让台湾逐步走向和平投降。台湾的商界有大量利益与大陆市场捆绑，台湾的政治光谱中也有倾向两岸对话的力量。如果中共能够通过灰色地带施压，让台湾民众感到抵抗是徒劳的，让台湾的经济命脉被慢慢掐住，那是否有一天台湾会在没有一枪一炮的情况下接受某种形式的政治安排？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同样危险，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军事入侵更难防御，因为你无法用飞弹来阻挡一场心理战和经济战。CSIS 的报告在结尾特别强调了2件事。第一，他们的推演不是要说战争是必然的或大概率的，真正的军事入侵仍然是风险最高、成本最大的选项，而正是因为这个选项太过可怕，所以它反而可能成为最不可能被选择的选项。第二，威慑需要不断维护，威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它需要实力作为支撑。CSIS 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美国需要加固在日本的空军基地，大量增购远程反舰飞弹，增加潜艇数量。台湾需要实施刺猬战略，把资源集中在大量小型分散式的不对称防御武器上。台湾需要加强能源韧性，为封锁做准备。台湾和美国需要与日本制定联合作战计划，而最重要的是，双方都需要为对手准备下台阶，为冲突准备退出机制，让任何一方都不会被逼到使用核武器的绝路上。那么最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让我用一个比喻来总结。台湾海峡就像一个装满了炸药的房间，房间里有3个人，美国、中国和台湾，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火柴。美国的火柴最多最长，中国的火柴也不少，而且越来越多。台湾的火柴虽然少，但每一根都对准了炸药桶的引信。房间外面站着全世界70亿人，因为炸药一旦爆炸，冲击波会震碎每个人的窗户。因为每个人的手机、电脑、汽车里都装着这个房间里生产的晶片，所以没有人敢点火，这就是威慑。台湾海峡的和平不是因为爱与信任，而是因为恐惧与计算。中共不打台湾，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打不起。每一枚沉入太平洋的航母，每一座被炸毁的晶圆厂，
每一个在核爆中蒸发的城市，都是这道数学题中的一个变量，而这道题的答案始终是一样的，所有人都输。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战争往往发生在所有理性分析都说不应该打的时候。国家会误判军事力量对比，会在危机中被裹挟，会觉得时间不站在自己这边，或者会因为国内政治压力做出冲动的决策。1914年的欧洲，没有人真的想打一场世界大战，但大战还是来了。所以最终的问题不是中共会不会打台湾，而是这个精密的威慑体系能不能一直撑下去。只要每一方都清楚地看到战争的全部代价，只要每一方都相信对方有能力也有意志进行报复，那么台海就能继续保持和平。但一旦有人误判，一旦有人冲动，那65次推演所预示的噩梦就可能成为现实。2艘航母沉入太平洋，1万名士兵葬身海峡，3万名战俘困在异乡，10万亿美元灰飞烟灭，全世界的手机、电脑、汽车工厂集体停摆。而最可怕的是1/5的概率核弹落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一直不打台湾，不是不想，是不敢。因为美国人已经把这场战争的每一个细节都推演了65次，而每一次推演都在说同一件事。在这场游戏中，唯一的胜利方式就是不要开始游戏。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验证这些推演的结论，希望这65次推演永远只是纸上的战争，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但如果你问我从这些推演中学到了什么，我会说，和平从来不是免费的，它需要实力来维护，需要智慧来经营，需要克制来保持。CSIS 65次推演的真正价值不是预言了战争的结局，而是让所有人都看清了战争的代价。只要这个代价足够清晰，足够恐怖，它就是最好的和平保障。